如果你朋友爱吃汉堡，不妨请他吃一份印度巨无霸芝士汉堡，既管饱又不贵，吃完昏昏欲睡，摇摇欲坠。小摊位于你拉拉邦拉的胡同2路，小哥经营着一家汉堡店，饱满的衣服上飘落了零星头皮屑，别人都是用手增加咸味，他却能通过脑袋为食材撒盐，取出一个大面包，用战笋锯条从中间切开，锯条略显掉色。曾经可以用它锯掉朽木，现在可以用它锯掉顾客的垂目，让人们的青春止步。将昨天剩余的蔬菜芝士下锅，再倒入新鲜的芝士，新旧混合，成功将保质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并将顾客推向鬼门关。用锅铲不断翻炒，在大火的烹饪下，芝士逐渐变得粘稠拉丝。此时拉丝的是芝士，吃完拉稀的是顾客。成坨的芝士成为了上好的粘合剂，将其灌入面包缝中，左手用力一压，便完成了主体部分的浇筑。除了这些巴掌大的汉堡，小店还开发了一款新品，就是这个巨无霸汉堡。芝士夹心后，肉眼可见的热量从缝隙中溢出，吃下一份就能排除各种烦恼。赋予汉堡灵魂的除了芝士，还有一口上好的酱汁。继续往锅中铲入奶油，加入1勺辣椒酱，撒入香菜末、茴香籽、玛莎拉，这种酸甜苦辣的味蕾搭档，光是一看都能让括约肌紧闭。将汉堡拿起，用手指塞回芝士，放在锅边，把香料搅拌均匀后，又将汉堡放回原处。资深的印度厨师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多余的。当锅中呈现出印度独有的浪漫黄色，便可取出巨无霸，像车轮一般滚向锅中，让汉堡每一处都裹上糊糊的色泽，扔进锅中让其自由烹饪。等到巨无霸汉堡完全覆膜，便可以出锅装盘。到这一步，巨无霸芝士汉堡才算大功告成。一份好的汉堡，与其用华丽的广告宣传，不如厨师自己长得就像汉堡。2位小哥的肚腩就像芝士夹心一般从腹间溢出，无形中成为了汉堡最好的代言人。这份汉堡你可以不吃，但不得不请你朋友尝尝。吃下这份汉堡，肠胃神魂颠倒，黑白无常追着跑。经常在各个国家蹲监狱的小伙伴都知道，日本监狱的伙食虽然看着很清淡，但口感和味道都算是很不错。而且囚犯们除了工作，还能学习 Java 开发，就算是服刑期间也能轻松跟上大厂进度。每天早上8点半，监狱服刑的人员就要开始工作和学习。今天的工作任务是分拣金属，学习的任务则是 Java 开发。不得不说，如今的计算机学习真是遍布各行各业。至于被选中在厨房值班的囚犯，则需要提前换好洁白的工作服，在狱警的指引下来到厨房，等待所有的执勤囚犯就位。狱警会挨个检查其手指缝隙干净情况，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正式开始今天的烹饪。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炸鸡排。囚犯需要将已经腌制好的鸡排放入已经烧热的油锅里，为了防止安全问题发生，油锅表面都是用金属网罩住。放进去的鸡排会跟随传送带自动计算时间，并从机器的另一边传送出来。虽然是半自动化的烹饪模式，但是炸好的鸡排金黄且外酥里嫩，汁水丰盈，就算是放在餐厅售卖也是优秀食品。炸好的鸡排装进保温盒，接下来要制作的则是主食米饭。这些米饭在蒸煮前已经提前加入了酱汁，所以就算单吃也不会索然无味。当然，为了最大程度增加米饭卖相，囚犯们还会为其加入萝卜和玉米豌豆，之后搅拌均匀，装入碗中。每一份的量都要严格称重，不能有丝马虎。打好的米饭同样也要盖上盖子，放入保温桶。随后将烹煮米饭的锅具清洗干净，就可以进入蔬菜的制作环节。大量的洋葱通过自动切割机切割成片，白萝卜则是要手工刮去外皮，之后从中间剖开，再切成小块。在这里刀子不能离开案板，如果谁有违规，立马就会被严肃处理。等到蔬菜切割完毕，将西兰花放在开水里短暂汆烫至熟成，红萝卜和洋葱丝则是凉拌，菜色可以说是十分清淡。终于知道为什么蒸煮米饭时要为其沁入味道。之后拿出盘子摆在食堂最中间的大桌子，往每个餐盘里加入一块肉排、一小撮萝卜和一份西兰花。到这一步，今天的监狱午餐就做好了，荤素搭配又营养均衡。至于今天的甜点是一块奶油面包，将它们和打包好的盒饭装在一起，放在推车上，一起推出厨房。
在狱警的监视下送到囚犯们用餐的地方。此时2名狱警交接工作，囚犯们就要在负责餐厅狱警的管理下，将主食甜品分发到每个座位上，避免大规模打饭引起不必要的骚乱。此时学习和工作的囚徒也结束了上午的忙碌，需要在狱警的指挥下按顺序离场去餐厅就餐。等到所有人员就位，狱警一声令下就可以开始吃饭，这时间会持续半个小时。看着他们吃得挺开心，应该味道和品质还不错。吃完午饭后，再统一将碗筷收起来，囚犯们就可以进入中午活动和休息时间。此时的狱警也会抓住这个空隙轮流吃饭，他们的伙食标准会比囚犯高一些，但是也不至于说好到很过分。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监狱午餐怎么样呢？如果你朋友也爱吃爆米花，那不妨请他吃一份印度纯脚工制作的爆米花。爆米花不一定要很甜，但一定少不了足咸。虽然看起来像在做足浴，但其实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健康随风而去。好在脚踩的过程不仅解压，而且相当有趣，绝对能让顾客吃完走的毫无顾虑。你可以不吃，但必须要请你朋友吃。话说，这是位于印度尼布拉他布拉那朋友拉街区的一家大米加工窝点。小伙正准备清洗制作爆米花用的大米，显而易见，这是一池有着历史意义的恒河水。虽然第一眼就给人一股很浑浊的感觉，但要是你以为它很脏的话，那你可真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哪怕是小伙培养了多年的足底老军进去后也是很难存活。据说因为这个独特的功效，隔壁足浴城都曾想高价收购，但毕竟是小伙的祖传秘制配方，那肯定是无法割爱的。将大米清洗干净之后，就得来到接下来的腌制过程。需先将大米倒在地上，然后就可以开始往上撒盐。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可以直接倒进去，而他为什么还坚持要用手再摸一遍呢？小伙表示，因为他有手，而这接下来就得正式上脚了。毕竟要想大米足够咸，那肯定得加真足咸。该说不说，虽然用脚踩的方式确实很不卫生，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好处的。看似是小伙在磨脚皮，实则是吃完的顾客会补充角质蛋白，而且增加两足风味的同时，还能给顾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给身心都来上一场特殊的洗礼。最后就是将腌制好的大米倒入工厂的全锈钢机器中，然后伴随着机器的运转，一大片白花花的爆米花便会喷射而出。虽然有一部分会落到地板上，但没关系，老板肯定会一视同仁地将剩余干净的部分再转移到地板上，毕竟总不可能为了不必要的干净而改变祖训吧。至于用尿素袋装袋，则是为了更好地远销到海外。那么对于这么一份干净但不卫生的咸香爆米花，如果抛开制作过程不谈，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一双手正在揉搓板凳上的黑肉，一锅黑油在可锈钢大锅中沸腾，炸出来一块块褐色的肉饼。如果你在印度看到这种油炸肉饼，最好不要吃，但可以买一份给你朋友尝尝。肉是早上揉的，饼是晚上炸的，人是半夜走的。羊肉搅成肉泥后，由小哥放在地上进行揉搓，撒上点面粉增加粘稠度，刮刮地板上逃跑的肉馅。揉搓好的肉泥摆在容器内，让其发酵一天。夜幕降临，发酵变黑的肉泥摆在街边，撒上番茄青椒丁。老板做得高高，用右手对板凳上的肉泥进行按、揉、抓、拍，手法之精湛，技术之高超，不愧是练习了2年半夜式推拿的男人。番茄青椒逐渐被肉泥包围，展现出一坨肠道功能不好的状态。从脚边搞上一手恒河水，继续把玩着手中肉泥，多一些指尖咸香事小，但多了一些毛发事大，会给肉饼的口感带来没必要的飞跃。取出小铲刮刮板凳残留，顺便刮下些陈年老味。此时的肉泥揉搓完成，手指捏住一块肉泥往锅中送去，按上5个手指印，给肉饼印上独特胎记，便可以滑下油中开炸。锅的倾斜设置利用了地心引力的原理，让肉泥走下坡路，顺顺利利地到达油的一侧。这种偷懒的智慧，让老板坐着就能把钱赚，秒杀所有餐饮连锁店。正常情况下，我们做菜的锅足够黑，就能看到锅中的油，而这家店刚好相反。如果不是这个锅足够光亮，我们都发现不了油的存在。但油黑可以怪夜色，锅黑可以怪黑油，油黑可以怪黑肉，肉黑可以怪黑店，店黑只能怪你看走眼了我的朋友。不管谁黑，反正怪不到老板身上，一切都合情合理。一般肉饼只需在锅中煎炸2分半钟，便可以将其捞出。一块块黝黑的肉饼摆放在锅边，与印度神牛的生产物近乎相似。正是这种相似，
让这种肉饼销量大好，看上去相似，尝起来味道也差不到哪去。如果你朋友怕长胖又爱吃酥糖，那绝不能错过印度手工制作的大份酥糖，包你吃完这份酥糖，绝对能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冰凉。虽然制作过程依旧令人彷徨，但飞行小顾客确实会欣喜若狂。好在吃前可以看飞行员满天飞，吃完还能让顾客在厕所超常发挥。你可以不吃，但必须要请你朋友吃。话说，这是位于印度尼拉布拉也拉就要尼拉街区的一家甜品小摊。想要制作好一份糖，白糖的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老板通常会将白糖和恒河水按照1比随便的黄金比例调配好，接着可根据糖多加水，水多随意的情况继续熬煮。虽然恒河水富含各种人体不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显然它依旧是缺少了主要的蛋白质，所以来点蜂蜜吸引飞行蛋白肯定是不足为奇的。而这接下来就得将熬好的糖浆倒进半锈钢铁槽中进行冷却，而冷却的时候必须将糖浆铺平，一方面是为了能更好的吸收铁板上面的有锈物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飞行蛋白有溜走的可能。而老板现在要加的东西是茴香粉，一般人可能都难以理解做糖加香料的操作，直到老板将糖膏挂到满是维生素的树杈上，此刻你就可以明白，老板看似是好心加香料，实则是顾客吃完会世事难料，因为你哪怕吃到了糖中不该有的物质，你也确实是无能为力。毕竟谁也说不清你吃到的是香料亦或者是物料。该说不说，虽然这种多人拉糖的方式有点不雅观，但也不是完全没好处的，增加手盐风味的同时还能吸引大批顾客来驻足观看，可谓是一举多得。至于裹上芝麻粒的作用，则是为了更好的将咸味锁住。当然对于顾客来说确实会有点反胃，不过没关系，我们的飞行小嘉宾呢肯定早就司空见惯了。其实也是有员工来问过老板，要是顾客不小心吃到小蜜蜂怎么办？老板对此表示，蜜蜂不收费，让他们大胆吃。最后就是用铁锤将酥糖敲成饼状，然后进行塑封装袋，以便后续能更好的远销到海外。那么对于这么一份干净又卫生的酥糖，如果抛开制作过程不谈，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但这并不是在进行新陈代谢，而是在制作印度香蕉丸子。如果你朋友爱吃香蕉，那他又有口福了，吃下这份香蕉丸子，直接完犊子。作坊位于喀拉拉邦迪库拉村2巷，执法人员走近一看，误以为是在做普通家庭料理，吃着老板刚出锅的丸子，便满意的离开了，后面就再也没有来过了。首先由奥德标印度分标骑着电动车拉来作案原料，就是这一袋袋绿色香蕉。吃下小绿椒，顾客便焦虑，千万不要嫌弃这些没熟的香蕉，老板没用豹纹黑点香蕉，你就偷着乐吧。随后把香蕉倒进包浆锅中，扣上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盆，开大火进行熬煮。2分半钟后，原本生机勃勃的香蕉被煮至黄中带黑的黏黏模样，像极了顾客吃下后的样子。将其捞出，进行下一步工具。小哥蹲在地上，剥掉表皮，取出白白的果肉。老哥光手光脚，与常见的印度美食制作场景一脉相承，把厨房当成卧房，把顾客送上天堂。将去皮的香蕉放进绞肉机，一坨坨香蕉泥便从下面排出。小哥的大腚后面摆着一盘暗黄色物体，当然这肯定不是你们想的那啥，而是正儿八经的玛莎拉酱料。将其倒入香蕉泥中搅拌均匀，可以用铁铲，但相比冷冰冰的工具，用手才能做出真正有温度的食材，拉近与顾客的距离。老板使出了刚学的搓麻将手法，对香蕉泥进行揉搓。手搓麻将让人感觉到快乐，手搓食材也能让身体感觉到快乐。最后加入白砂糖，搅拌完毕后便可将其揉成一个个小丸子。老哥脚丫顶着小盆，虽说原料是香蕉，但尝着却有脚香。把丸子放进面糊中，充分覆膜后，便可放入锅中油炸。一口黑锅搭配一锅黑油，略显潦草的现场环境与老哥光亮精致的发型形成鲜明对比。在漏勺的搅拌下，丸子在锅中欢快跳跃。虽说前面的制作过程有些辣眼睛，但油炸过后却显得十分好看。炸至表面淡黄后，便可将其捞出。当有顾客点单时，用盘子装上10来个丸子，搭配2勺香菜芥末酱，一泡黄色料汁，便可与顾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抛开酱汁配料不谈，看起来十分美味。如果你不敢吃，可以请你朋友试试。吃下香蕉丸子，
黑白无常近在咫尺。最原始的汽水制作过程，一杯只卖1.5块。看完才知道，原来制作雷碧这么简单。印度三哥总是能带给我们返璞归真的惊喜。眼前这位在用胸口开汽水瓶的大胡子三叔，叫做加紧肛门布拉西。他经营着一家汽水作坊，却拥有着这条街最健硕的胸肌。健身房老板看了都甘拜下风。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首先用漏斗将恒河水小心翼翼地注入波子汽水瓶中，漏斗中有一层滤纸，可以过滤出水中的大肠杆菌，留下真正的恒河原液，干净又卫生。这个绿色的机器是苏打发生器，能够将压缩后的空气注入瓶子中。这种机器不需要电力，依靠纯人力驱动，每小时只需要消耗2块馒头，十分环保。只见大叔疯狂地转动手柄，电光石火之间，瓶中的恒河水就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在玻璃杯中加入蜂蜜，切好柠檬备用。不加冰的汽水没有灵魂。只见老板用左手捧出一捧印度老冰，左右开弓，依次加入杯中。据说这样的做法能够让汽水增加一丝咸味，做出来的才是最正宗的咸宁气。真正的老师傅都需要一把趁手的工具。三叔从小就跟着这把手压榨汁机长大，深色的包浆之下挤出的每一滴柠檬汁都浓缩着历史的精华。取出压制好的苏打恒河水，放在胸口轻轻一压便能打开。当人们问起为什么要用胸的时候，大叔说胸口是离心最近的地方，我用心打开汽水，顾客喝的也放心。看着老板健硕的胸肌，我觉得他说啥都是对的。最后加入传统香料玛莎拉，胸打柠檬恒河苏打水就做好了。看着顾客期待的眼神，我也好想给大家来一杯。这不是在做猪食，而是印度朋友的美食。众所周知，印度厨师总是能用健康的食材做出不健康的食品。虽然没什么科技狠活，但吃完基本也是很难好活。如果你的朋友最近在减肥却没有实际行动，那就请他吃一份这款蔬菜沙拉，保证吃了这款蔬菜沙拉马上就能拉。这是位于印度尼拉的西部西街区的一家美食小摊。眼前这位有点聪明的三哥正在制作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美食蔬菜沙拉。三哥在一面充满元素周期的黑色菜板上发挥着他业余的刀工，黄瓜切丝，洋葱切碎，辣椒切圈，西红柿切块，香菜切丁。这三哥的刀工实在不敢恭维，不安分的蔬菜都纷纷逃离了黑色案板，随意地跳跃在脏乱差的台面上。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爷爷给猪切菜的场景，也是如此的凌乱不堪，简直是对蔬菜的虐待。主打他一个速度快，他手上分泌的汗液有效节省了用盐的成本，顺带把手上的细胞组织一并刮下来，增味又增香，一举两得。切完先扔到一边吸收一下菌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垃圾。吸收完加入铁盆里进行腌制，加入盐巴，挖几勺秘制脱肛水，再来1大勺姜粉，拌着之前盆中的蔬菜一起搅拌搅拌。该说不说，蔬菜虽然有点不堪入目，但三哥还是非常有原则的，从头到尾都是用右手操作，没有让自己的左手有一点可乘之机。到这里，这么一道主食蔬菜沙拉就做好了。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顾客顺利治好便秘，老板精心选择报纸作为餐盘。好消息是，顾客可以边吃边看新闻，增长见识；坏消息是，顾客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新闻。总而言之，顾客吃得明白，走得安心。看着小伙子终于拿上了心心念念的蔬菜沙拉，用纸片当作勺子，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就知道味道应该还不错。此时，小伙就是街边最靓的仔。这次的不干净你可以不吃，但是一定要请你的朋友吃。吃一口街头窜到街尾，吃2口厕所跑断腿，吃3口肛门都得拉脱轨。快艾特你需要减肥的好朋友吧！爱吃牛粪的朋友有福了。大家都知道，佛跳墙里面没有佛，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的肺，但印度牛粪烤茄子里面真的有牛粪。快请你重口味的美女朋友吃上一份，保证每一口都有粪粪的味道。这是位于印度鲜花插在牛粪上街区的一家街边小吃店。牛粪是印度制作许多美食的必要物品。三哥徒手把牛粪放入锅中，堆积成小山的模样，点燃后，这青草的熏香味就散发出来了。把一个个茄子铺在牛粪上，360度无死角，吸收牛粪的热量和香气，让其独特的味道贯穿茄子全身，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干净又卫生。接着在一个全是水泥灰的盘子上铺满西红柿，注意看，有仪式感的小哥把西红柿一圈一圈的摆放，给西红柿留有最后一丝尊严。
再把刚刚烧茄子的牛粪铺在西红柿上。看，三哥开始调制馅料了。在有土豆丁和洋葱丁的盆里，徒手放入酱汁和玉米粉、辣椒和蒜瓣、花椒粉、芝麻粉。馅料调制好后，三哥先把玉米面捏扁，再把馅料包裹进去，揉成一个个南方小土豆的模样，直接放入牛粪堆之中进行烘烤。再用死猪不怕牛粪烫的手把玉米面球来回翻滚，直至两面金黄。这时，玉米面球的外皮焦香酥脆，内里则散发出浓郁的粪香之气。再把烤好的玉米面球放在布袋中来回摇晃，灰尘透过布袋溜走，只留下了一个个带着粪味的干净玉米面球。接着，三哥用万年恒河水把烤好的茄子洗干净，扒掉外皮，用刚刚摸牛粪的手把茄子捏碎，再把牛粪烤制好的西红柿洗净并碾碎。无论是茄子还是西红柿，都能吃出牛的味道，真是妙哉妙哉。三哥接着把香菜放入已煮熟的土豆盆中，放入小葱、大蒜、印度神油、免费盐，用手大力搅拌，再把刚刚捏碎的西红柿、茄子放入盆中继续搅拌。此刻，三哥指甲缝和手臂上的细胞组织与牛粪的周期元素完美相遇，完成牛人能量守恒定律的终极形态。最后，讲究的三哥在餐盘放一勺刚搅拌的牛粪糊糊，加上蜂蜜，再用右手将玉米面球放入油里滚一下，一份香脆可口、氛围独特的印度牛粪烤茄子小吃就完成了。玉米面必须蘸着牛粪糊糊一起吃，一口下去，满嘴的青草粪香，氛围十足。屏幕前的吃货是否来一口？